奇怪，我不是在家吗？怎么一觉醒来就在酒店了？难道是喝多约了谁，断片了？这个背影完全没印象啊！哎，你……我还有事，后续会有人来找你细谈的。谈什么？哼，切，穿上衣服开始装起来了。人挺下头的，没想到生命原质居然这么精纯。不过今天的白影好像比往常稀疏了不少。就是这样，他说完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就走了。我换好衣服刚出来，你们二位就神兵天将一般出现了。了解了，请和我们走一趟吧。成年人一时上头而已，你情我愿的，没这个必要吧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请不要难为我们。是，我们已经接到了楚小姐。刚才我们在盛海大厦，盛海大厦不是2年前就被军队炸毁了吗？进车里去！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他进攻的信号，不要正面硬刚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妈的，刚才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先走，到了地方再包扎。不行，被畸变者抓伤不能等太久。楚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们现在必须尽快把你送到长官那里。你不会浪费你们时间的，转过来，我给你做处理。尤其是在外伤感染的情况下，畸变病毒会侵蚀得很快。楚小姐，你手里这是什么？畸变病毒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血液接触造成畸变感染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根本听不懂。见鬼，这还是末世新历年吗？怎么从盛海大厦那间房开始，所有人都不太对劲？长官，楚小姐安全带来了。楚小姐，希望没有吓到你。我没那么容易被吓着，可阁下费了不少周折把我带到这里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在下受人委托，来和你谈一笔生意。他看起来对我很了解的样子，我以前见过这人吗？什么生意？我希望你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只为我的兄弟服务。服务？哎，说错了，是兄弟们。景，啊？你认识我？你还活着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们怎么会不认识呢？末世后的5年里，我们一直朝夕相对，直到分开的那一天。可就在末世第8年，帝京齐家幼子齐景死于势力斗争。等等，还在的盛海大厦，对畸变者一无所知的现实和眼前这个还活着的齐景，现在是哪一年？什么？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？他没事吧？他在找什么啊？楚小姐，请你冷静，我们没有想要逼迫你的意思。给我！楚小姐，现在是旧历，怎么还会是旧历？还偏偏是那一年，一切不幸开始的那年。妈，我来了，我这就回去救你们。楚小姐，你不能走。滚开！这小妞有点意思啊。三哥，明白。什么？身手不错，就是缺了点实战经验。关到楼上去。二哥这个月的发病期还没结束，他暂时还不能走。明白，别啰嗦了。楚小六，
轻的像片羽毛，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？硬生生先发一个男人也要掏出去。老二让咱们查的已经清楚了，昨晚他跑到顶楼老二的床上，纯属意外。他供职的那间研究所，有人觊觎他的学术成果，要搞他。好不容易从包房逃出来，进了电梯，估计是葫芦按到了16楼，正好碰上了二哥。可是想要通过这间电梯上16楼，唯一的办法是让我二哥打开权限。怎么，你怀疑他是谁派来的？竟然从末世后的第8年，重生回了末世即将来临前。那些噩梦，难道又要重演一遍吗？前世的这个时间节点，以圣海市为中心，周边城市呈随机辐射状，出现了一种新型传染病毒。初期症状表现为高烧不退，双眼赤红。主公，上次跟你说的事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把项目成果送给别人堆资历的事，我楚瑶不会。楚瑶，少假清高，以为有疫苗局陆代表当靠山，就敢把老子不放在眼里了？主任，我是公私分明的人，不像你。如果你一定要深究，那不妨告诉你，是姓陆的在吃我的软饭。你反了你了！你给我等着，我迟早让你滚蛋！瑶瑶啊，你年纪轻轻就在这个领域小有名气了，凭什么要被那个主任压着？来疫苗局吧，咱们联手，怎么样？都是替资本为虎作伥。你们疫苗局就很干净吗？最近那种新型传染病，我发现不太对劲。为众人报信，识茬者。经所内裁定，研究员楚瑶违规泄密，现已解职。所内将对其保留一切后续追偿权利。居然动笔于风雪，病理数据从我手上泄露一事，业内已经传开。趁时又有谣言说我靠不正当手段上位，无人再敢用我。我是爸爸妈妈收养的孩子，他们却待我视如己出，将我悉心抚养长大。不仅从小教我练成一身本领，更是支持我的每个选择。可没想到，那是我们末世前相处的最后一段幸福时光。起初，只有几例的传染病在乡村扩散开来，死亡人数越来越多。就在病毒流向圣海，让整个东南彻底失控时，一场百年不遇的雪灾降临。大雪灾后，那些新丧的尸体出现异变，成了僵尸。普通人逃过了第1轮传染，却没逃过被丧尸灭杀的命运。我的家也一样，他们为我争取了逃生的时间。妈！可在我逃出村子后，我发现自己也被感染了。如果不是一支开往圣海的部队恰好取到宁城，我可能在末世开始之初就死了。被安排进收容所后，我烧了整整10天，居然侥幸熬过了畸变危险期。爸妈，快走，和我一起走啊！我觉醒了治愈系的超凡能力。起初，我的治愈异能只对自己起效，但随着我在基地内担任医疗兵，不断接触各种感染患者，已经逐步能将异能作用在他人身上，治愈一些基础的外伤了，但依然对畸变感染病毒束手无策。直到齐景的出现。楚小姐，齐长官希望你能成为他的专属医疗兵。价钱如果不满意，随你看。哼，都明码标价了，还立什么牌坊？让他本人来和我谈。哟，有2下子啊！躲在人家办公室里，你是不是变态啊？
那你就是小猫了，手上软绵绵的，只会挠人。我是你姑奶奶！怎么停了？你怎么不讲武德啊？闭嘴！那合约3天后答复你。在遇到奇景之前，我的治愈异能从未出现过主动吸收血液的情况，果然有变化。吸收了奇景血液的异能居然升级了，从只能治疗皮外伤，变成能够治疗畸变者受化的伤口，甚至能驱散更严重的精神污染。想好了，要多少钱？想好了，要多少钱？你对我的帮助无法用钱衡量，合作愉快。后来的几年，我终于弄清楚，异能的升级途径就是吸收其他超凡者体内罕见的生命原质。而奇景作为圣海市第3基地的首长，当时极强的超凡者之一，则开始了四处镇压、围杀畸变者的征程。他渐渐离不开我，而我也的确无法离开他了。你的治愈异能越来越厉害了。谢谢。下个月我就该去履行婚约了。什么？狗男人，随便甩了我拍拍屁股就去结婚，露水情缘还知道一夜夫妻百日恩呢。可我还是很后悔没见你最后一面。见谁？还能有谁？阿景啊。他喊的是你的名字？放屁！见到他之后，咱们都没报真名好吗？难道我们早就认识？怪不得刚才在楼下他是那个反应。阿景，我有点饿。你听见了没？我在这里站着，能听到什么？他饿了，快去让他们弄点吃的送上来，快去！下次体检记得问问医生，恋爱脑还有没有的救？长得这么好看，如果我见过，肯定不会忘他。到底在哪儿见过呢？等等，该不会他把我当成别人了吧？那个人名字里正好也有一个景字。过来。再睡一会儿，一小会儿。真是傻，这是随便抓一个人就能喊的吗？奇景不是警惕心最重吗？就这么毫无防备的睡着了？哼，稀罕啊！这女人给他下了什么蛊？楚先生，这蛋糕还是给我吧，您别一直端着了。查到了，昨晚是我二哥手下人疏忽了，跟他无关。昨晚很辛苦吗？今天连早操都取消了，越来越虚了。啊！往哪儿摸呢？怎么，老黄瓜不行了，就刷上力气装起嫩了？等等，我好像忘了，现在是末世前。啊！你先放开，听我解释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行不行？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我靠！不是吧？你小时候这么黑啊？你早放开就没这么多事儿了。是你刚才先喊我名字的。我喊的那个人不行，你也不行吗？按照前世的时间线，研究所那群人应该已经开始泼我脏水，搞臭我的名声了。哼，随他们去吧，没必要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，虚以委蛇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做。你工作的那个研究所，我不会回去了。如果你担心前2天的事，不担心，我也不在乎。到了，是这里吗？是。
多谢了。见鬼了，长得这么美，怎么只对我手黑脸冷的？你看看，和刚才在屋里对我动手简直是两个人。小六，想爬上来的女人咱们见多了，可躲着我走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啊。二哥对他可不是一般的上心，你注意点。哎，不用提醒，我自有分寸。我的衣服、生活用品，带不走的就扔掉。1个月之后就是末世了，什么工作、什么男人都不如。该死，忘了囤物资这回事了。这2年我攒下来了将近10万，这些钱优先买吃的和饮用水，其次是必备的生活用品。可是买了这么多，没地方装啊。总以为自己的家园系统还在，可离前世全民发放的日子还有1个多月呢。不会吧？我连家园系统都一起重生带回来了。8世纪玩家楚瑶，欢迎回家。还是保留了我等级，解锁了全部模块的家园。末世8年，我可是在家园系统里投入了相当多心血。8世纪玩家的家园面积足足有5000平呢。5000平，怎么只剩5000平的地皮了？搞什么？除了已解锁的模块保留着，其他东西全部清零了。现在只有我带着家园系统，所以就算解锁了社交和视力也没法使用。天哪，我的等级也清零了，那我的天赋技能呢？也要从头开始了。难怪我觉得释放白银的时候都稀疏了不少。唉，没关系，虽然是一穷二白从头再来，但相比平常人，我现在已经是无敌开局了。明天回宁城最早的高铁，早上9点半。既然家园系统在，就不愁物资没地方放了。村里的田里、山上都有富饶的物产，可以再想办法挪些作物、动物进家园。到时候我们一家3口就在私人家园里窝着，种地、养鸡鸭，过我们的小日子。先紧着钱买物资必需品吧。至于药品、通用货币这些硬货，等末世降临后零元购也不是不行。1000万。我是司城。司城？难道是楚玉口中的兄弟？就是顶层房间里那个强的有点不正常的男人。那天的事是情急之下，很抱歉。1000万是那次的补偿。收回去吧。什么？一场普通的男欢女爱，解决生理需求而已，付费就有点侮辱人了吧？请你收下，你的帮助对我远不止解决生理需求这么简单。那可真是我的荣幸。的确，所以我想再约你下周6到周日的时间，500万。我会尽量克制，也有随行的医护人员保证安全，你可以放心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明天我就会离开盛海。回你老家宁城吗？你调查我？只是一些基本的背调。我可以去宁城，把地址发给我就行，其他我来解决。真是病得不轻。拉黑，这破钱我也不稀罕，留着去给你看看脑子吧。他怎么说？他挂了我电话。哦，可能有别的事。既然你要他周6日，那我就要周1到周5。不行，周4、周5让他休息。你太上头了，要是不答应，明天就给我带着3营滚去北边。成交。囡囡，怎么今天回来？我和你爸爸有事去外地一趟，下周才能回来。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？是吗？那我们改签一下票，今天就回吧。不用，正好我还有点事没忙完，这2天先住外面。好，那下周咱们一起回家。我可想你们了，你们要注意保护身体，戴好口罩啊。你这孩子，以前可没这么爱撒娇啊。当然了，因为上一世没能救出你们，就是我最大的遗憾。上海前往宁城的 G374次高铁开始检票登车。去城北的集贸批发市场。
好嘞。那笔1000万的感谢金，我还是没有退，就当一次性买断和那群人的联系吧。你这间仓库我租了，不签合同，也不许向别人透露我的存在。先付你10万，租半年。哎呦，好，美女出手真是豪横呐。方便问一句，您想拿这儿放什么呢？我想开个超市，不得先囤货吗？啊？第一批买的必需品物资已经进了家园系统，现在可以考虑天气生活用品了。怎么买这么多电器摆在这里啊？哎，我刚才看仓库还有发电机呢。这美女真够奇怪的。还是要多谢那1000万，让我囤物资的选择都多了不少。请问是3203的楚小姐吗？是我。酒店赠送给您的宵夜，请问直接帮您送上楼可以吗？好，麻烦了。来了。知道我要来，已经洗干净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我喊酒店保安了。别这么紧张嘛，我就是来给你送宵夜的。我已经拒绝了你们那位朋友的要求，现在我们已经没关系了。如果你想和我发生什么，那我们之间首先要做到彼此尊重平等。现在，从我身上起来。小绵羊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们东斯拉夫人可没什么平等可言，我们一向弱肉强食。你闹够了没？急什么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起来，我要接电话。陌生号码。喂，阿哥，你已经到了，前菜已经上了，你就别捣乱了。你们兄弟2个都病得不轻吧？要是想仗着自己一手遮天，想找个女的随便寻开心，那你们找错人了。二哥，哼，看你那副斗志昂扬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早把他拿下了。不管今晚如何，明天一早准时出发。知道。你到底来干什么？想见你，这个理由可以吗？啊？前2天分开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什么时候能再和你见上一面。二哥一发现你的行踪，我就连夜赶来了。为什么你会对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？吸引力？你这副要强抢民女的架势，我只看得出发情期到了。和发情期差不多，满脑子都是你。听起来你脑容量也不是很大。刚才吓到你了，对不起。但我刚才要是真霸王硬上弓，你会怎么办？上次床上那招，在这里也施展得开。别！踢坏了，以后吃亏的还是你。又开始了？不敢。你去旁边新开个房间，别和我挤一张床。我不会做什么的，就让我好好抱一会儿。开了大半天车才到，困了。白影对生命源质有反应了。明天一早又要赶回北边出任务。还没被畸变病毒影响，迄今体内就已经有生命源质迹象了。抽取出来了。吸收到生命源质，技能白银已经得到提升。我先走了，记得想我，听见没？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查岗的，别给我当别的野男人。有发疯的功夫，找面镜子自己照照去。是，我这没名没分的，不就是你的野男人吗？你可以走了，要迟到了。胳膊上是什么？技能升级进度15%。看来昨夜吸收了足够多的生命源质，竟然让白银对我来了一次整体排毒修复。坏了，忘了问齐景，
他那个二哥找我究竟要干什么？外面还有货吗？2、3车吧。哎呦，再来一趟吧。这些囤货加上我买的植物种子、熟食和工业垃圾食品，需要特殊条件保存的制品，一存入家园系统就永远也不会坏。按这个思路，只要我想，甚至可以存一家火锅店进来。花完再找我要。还静起来了。你们知道哪有火锅店要出手转让吗？啊？将近300万的物资，连发电机和交通工具都搞来了不少。唉，快抵上一艘诺亚方舟了，还总是觉得准备不够充分。出任务这么险？我说了要查岗的，这么警惕，不会真藏了野男人吧？没事，挂了。哎，别，我不逗你了。一会儿进大雪山就没信号了，可能要好几天联系不上你，想和你说2句话。你在哪座大雪山？盛海以北不就只有岭月山脉了吗？岭月群峰。岭月群峰的村落集体大感染，应该发生在下个月。他现在去，时间对不上，那就是……喂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烈齿雄鸡变成。我没事。吓我一跳。可围剿烈齿雄鸡变成，将是齐景从军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一共20人的队伍，包括齐景在内，只有4人生还。营长，这片地区的畸变者全都被集中起来了，就地处置。是。从此，齐景变成了坚定的只杀不救的激进派，当年成了势力斗争的牺牲品，据说和他极端的做法也有很大关系。齐景，怎么了？我要说吗？一旦说了，以齐景几个人的敏锐程度和所处位置，很快就会发现不对劲的。我知道不该心软插手，可这不只是在帮齐景一个人。我之前在一个医学论坛看过一起很奇怪的病例，标题是成年男性的口周出现特例症状。什么？他的口周症状来源于发生变异的牙齿，他的牙齿似乎出现了某种返祖形态的变异，生长排列趋近于熊类，齿间锋利，咬合力极强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和我想的一样，齐景看似鲁莽，但脑子聪明，戒备心极强。我只要透露出丁点相关的信息，他就一定会起疑。他不明问，我就当听不出来吧。只要能救他这一次，让他此后不至于走入绝境，举步维艰。除了口周部位，他的体表皮肤也发生了变化，非常坚硬，那种坚硬程度远超兽皮，普通枪械都很难击穿。是吗？这真的是你看到的病例吗？还是想借病例向我传递某些信息？没错，我不相信那人的情况真如病例所说，只是初级的面部畸变者，他已经是半兽化，甚至可能马上达到完全兽化。意思是普通枪械不行，那就要用重火力了。思成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先挂了。紧张是吗？老子又不会穿到屏幕里去抓你。嫂子的电话，真的假的？哪有女人愿意接近营长？作战资料看完了吗？有什么要汇报的？没有。按照原定作战计划吧。不行，咱们车上没有重火武器，打电话通知指挥部送。营长，有点小题大做了吧？根据勘检结果，现场凶手的脚印是人类。至于伤口的齿痕，可能只是用了特制的锯齿类刀具呢。再穷凶极恶的歹徒，有咱们10几个3营的精英，肯定也能把他当场摁下了。这些痕检证据，有时候恰恰也会混淆视听，反而成为阻碍。因为不只是北风村，全国近期这种疑似猛兽杀人的悬案都多了不少，办案的过程、结果却统一标为高度机密，不予公开，说明其中绝对有蹊跷。楚瑶，为什么恰好是你
来提醒我这案子其中的关窍。那天你出现在16楼呢，还是偶然吗？我还能相信你吗？我该相信你吗？打给指挥部，我要和司部长直接对话。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算了，既然话都出口了，只希望齐景能顺利完成任务。3车重火力枪支，今晚会和你会合，清点数量，谨慎使用。明白，谢了二哥。凶手可能是一种已经出现兽化的半人，这思路你怎么想到的？以我丰富的实战经验呗，那个案情的痕迹和法医结果对不上，确实太奇怪了。前2天正好听一个医生朋友说了他们业内疯传的疑似传染病变案例，我就想到了。你这个朋友不会姓楚吧？什么？我听不清了，信号不太好吧？我先挂了金山啊。还没说他的名字啊，老四就心虚了。半兽化畸变人，还有消灭方法，他居然会了解国家绝密程度的案情。衣服给我的。是的。具体怎么穿，司先生说他会亲自告诉你。上次我应该已经拒绝了你老板吧？具体你2位聊吧，我们先走了。楚小姐再见。喂，衣服收到了吗？司先生，上次我好像已经拒绝了你的邀约。今天穿着灰色衬衫睡觉吧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再说一次，我不会赴你的约。可你让齐景进门了。怎么？你们好兄弟下面要连着吗？让谁进我的门是我的自由，不赴约也是我的自由。齐景进山前已经告诉我了。告诉你什么了？明早8点起床，换上衣服，司机会来接你。好，明天你给我等着。女的，哎，有情况了，别乱打听。这么宝贝，能受得了你那个吗？啊！闭嘴！秦爷，收起你那颗变态的好奇心，这是我唯一的忠告。哎，六子，你天天跟着二哥，你肯定也知道。来，告诉三哥是哪家的妖精？以前没见成哥和女人说过这么多话。再多叫自己几声三哥，我全录给齐景听。他在这儿，我也敢这么说。当年咱们6个大院柿子树下结义的时候，是齐景自己中国话说不顺溜，报错了出生时间的。小六，哥也不跟你打听名字来历，你就说说那姑娘是什么样的？挺漂亮的。哼，等于没说。咱二哥身边就没见过丑的，能吸引到她，还能让她主动打电话，怎么着也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吧？可能是她身体素质比较过硬吧。看吧，这怎么不算绝技啊？女中豪杰啊，凭这点轻轻松松拿捏司家唯一的继承人。老三，你可别动歪心思，二哥对她很上心。你要是坏她好事，就等着收拾东西回法国继续卖画吧。1个月上心个2、3天，挨过发病期就行了。剩下的28天他没工夫独占。二哥可特意把周6日留给他了。那不也还有5天呢？这种事，齐景可不会闲着呢。哈，那我可更要横插一脚了。居然一调调2个，哎，这本尊究竟得香成什么样啊？是挺香的，可以说得上是活色生香。哦，你是不是也？二哥和齐景都各有所长，抢着示好，我拿什么争？唉，红颜祸水，兄弟戏强啊！哎，刚才我听见成哥打电话，明天要接他，不如咱们……你想截胡？哼，别吧，二哥把你从法国喊回来自有安排，别的咱们还是少掺和。不敢上手，那多亲近一下总可以吧？不太好吧？我去安排，你甭管了。你悠着点儿。眼下二哥和齐景都已经对他发起了强攻，
硬要介入，只会两头都不讨好。但如果有秦野这个不怕死、爱搞事的进来搅局，或许我还有几分靠近他的希望。距离平安夜全民家园系统降临还有38天，距离末世大雪灾还有46天。倒是件好衣服，如果不是变态送的就更好了。哼，只是和齐景聊了2句话而已，我倒要看看你想怎么威胁我。生存基础和保障物资都已经囤好了，等基础的社会设备、安全设备到位，我的囤积物资计划也就算初步大功告成了。平安夜那天，全民家园系统开启，到时系统金币会成为货币体系，而现实物价则会全面崩盘。我记得能够最高汇率兑换系统货币的，应该就是黄金了，1克黄金兑换1金币。好，那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囤金子。我到了，你下来吧。哎，怎么是你来？是他吗？那一条人？应该是。身材没什么特点，穿着也就那样。成哥看上他什么了？我去！现在知道了？知道了，一支淬了冰的凡尔赛宫玫瑰。这位，我是秦野，兄弟里排行第3。二嫂好。多谢大画家，不敢当，我叫楚阳。啊，你看过我的画？坏了，说漏了，我怎么忘了？末世之前秦野的画家身份都还鲜为人知，他是在末世后才成名的。是啊，应该是在哪篇杂志上吧？原来如此，楚小姐谬赞了。出发了。怎么一脸劫后余生的表情？末世前的秦野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因为前世的他对我而言，身份只是齐景口中的兄弟。前世，秦野是在末世中觉醒了顶级天赋的超凡者，他拥有的超凡异能是绘物成真，能将已死之人从画中复活，也能绘出通往天堂的大门，人称梦幻的雷诺阿。这一世，秦野出现的时间相比前世提前了好几年，难道是因为我和这几兄弟的交集越来越深了吗？话说回来，约女人这种事儿还让自己的兄弟来接人，你们几个的道德底线真是人类洼地啊！他竟然看过我的作品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呢。先锋派画家这么小众的身份，兄弟们可能都不知道，但他却一眼就认出我了。我们搞艺术的寻觅半生，不就为得一知己吗？计划通。到了，他在3楼左边第1间书房，你自己上去吧。谢谢你们来接我。无妨。别客气，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再送你回去。大清早就叫人家过来，老二还真是急性子。11点有个视频会议，现在开始刚好。二哥可不像你，兴头上来不分场合不分人。别胡说，我那次是被人算计了。哼，那你还答应娶人家？那不是为了咱们6家根基稳固、长治久安吗？哎，你说我现在悔婚，带着楚小姐回法国怎么样？你别胡说。哥开玩笑的，咱们6个谁娶她不是娶啊？哎，话说回来，老二怎么也被人下药了？别用野字，被下药的只有当年的你。二哥这次是被牵连，遭到报复了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去年的事，他出席东南6国的跨海会谈，在国外前往会场的途中，车子遭遇了伏击。对方将一种特殊的器官改造制剂制成针剂子弹，通过枪击注入了他体内。我们当年端了本国所有地下实验基地，找到了被恐怖组织暂存在某处的那种器官改造剂。生化专家第一时间为他注射了紧急抗体，随后拆解针剂，不断更新抑制剂的配方，但只是将发病期间隔从3-5天
延长到了1个月。之后呢？再也没有进展了。那支器官改造剂被命名为 BS103，药剂的核心成分和来源的线索也都断了。这么说来也很奇怪，只改造它一部分器官，却不致死。我们猜测对方的改造初衷应该是想让它完全畸变，但可惜这只是实验品，效果不稳定，所以只畸变了二哥的部分器官。只是辛苦了二哥，这1年每个月的发病期都无比难熬。普通的异性根本没法承受住这种半畸变的强度。除了他？没错。现在你知道二哥为什么对他这么上心了吧？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这次把你从法国找回来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分摊我和二哥在南方的事，一方面让他有时间养养身体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能腾出手去追查 BS103背后的势力。现在有眉目了吗？开始我们怀疑深海组织，那个总部在 M 国，热衷于人体改造，自诩要创造新人类的组织。恶心！这种满脑子反人类思想的，能不能自己独立一个星球啊？但四哥这2天刚传回消息，深海组织已经2次派人想从他手上抢夺北风村那个畸变者的尸体了。他们也要抓畸变人，所以那股用药剂偷袭二哥的势力还另有其人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全力追查。深海的事，以后也需要你多费点心了。他拿不出铁证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想炸我，门儿都没有。怎么不进来？在门口站着做什么？整理一下形象，以示重视。让你穿的衣服呢？想看？你不是自诩捏着我的把柄吗？这样吧，你说动我一句，我就剪1颗扣子。一个医生朋友告诉了他一例传染病畸变的案例，那个医生朋友就是你吧？不是。但据我对你的调查，你离开药研所之前手上最后的项目，就是新型传染病患者的异变症状观察。你继续。但你的项目报告里也并没有畸变成熊的案例，你却精准点醒了细节。熊的撕咬痕迹和人的脚印是会同时出现在凶手身上的。齐景向我要了3车重火力，普通枪械对半兽化的畸变者无效，这一点应该也是你提醒的吧？继续啊。你没事吧？帮我，像上次那样。啊？快，帮我！我没有抑制剂了。闭嘴！我只能试试，尽力而为。真是没想到，原来思成身上也有畸变病毒。吸收到生命原质，技能白银成功升至1级。哦，升级后的白银就有清除畸变者精神污染的作用了。看样子你还在初期畸变，那顺手帮你把精神污染也清除了吧。缓解了，见效挺快的嘛，以后发病也不会完全失去神智了。就是我重生后的体力值太低了，随便消耗几次技能就会犯困。思成，你这算欠我个人情吧？他怎么睡在这里？刚才好像又发病了，他帮我解决的。别动，累死我了。好，辛苦你了。房子里到处都是监控，小心二哥看到你这种变态直觉。爷这是艺术家的怜香惜玉，楚小六你个闷骚，这辈子就憋死吧！哼。进。10点50了。知道了。这次部委参会的那群老头子，有好几个都憋着对远航的火。我听说秦野的小姑被远航从航天2所挖走了。2所有好几个末日学派，
已经被远航的人渗透很久了。这次不光是航天单位，材料、光电，连理论物理的教授都被挖走了不少。部委内部的意见很大。你三叔没控制远航吗？怎么可能？他可是创始人之一，恐怕这次开会，他们又要在你面前讨伐我了。没事，交给我吧。那我把他抱出去吧。不用，他就睡这儿，给他拿条毯子来。把摄像头抬高点儿。好。真的要让他一起听吗？放心，他睡着了，听不到。帮我约一下负责 BS-103抑制剂研发的林博士，这2天我要去见他。你身体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是感觉比之前的情况好了点儿。是这2次之后吗？嗯。明白，不打扰你了。司长，科研2所已经有47名博士及以上研究员选择离职，其中有31人公开承认已经加入了远航。远航的那个火种计划闹得沸沸扬扬，咱们再不行动，他们的风头就要盖过正牌的科研机构了。那你有什么留住人才的高见？是啊，远航1没立场偏向，2没留下证据。唯一的火种计划还没有任何成果，咱们凭什么行动？怎么没证据？远航准备对外发射的传票就是证据。据我所知，盛京、盛海2地的财阀至少已经暗中对远航进行了10数亿的资金支持了。楚家呢？就这么看着他们的家门余孽带领这群科研疯子兴风作浪吗？远航的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。司长，你这是要明着袒护楚家？怎么？难道安全部要公开站队支持远航了吗？我从不相信那个火种计划，任何抛弃全人类，只承认少部分人类的行为，都是对所有生命的亵渎。但远航的观点与存在，也许确实是人类的另一种选择。我不支持，但也不否认。司长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怎么能公然把自己放在这种摇摆的立场上？什么意思？让我乖一点吗？说不定司家和楚家早就做好了别的退路。哼，谁不知道楚秘书长的三叔是远航的创始人之一？楚家的立场本来就不清楚。吵死了！我才不会搅浑水和老头子吵架。好，不吵了。各位，与其讨论远航，不如先把重点放在畸变感染问题上。比起审判权贵和阴谋论的科学家，各位还不如花时间为百姓考虑些近在眼前的麻烦。哼，怎么？那传染病毒不是已经被定为新型流感了吗？还有什么可讨论的？齐警已经把北风村灭门案凶手尸体带回来了，并传回消息，建议事件上升为11级安全警报。恐怕各位要面对最坏的结果了。根据传染病学家预测，这种传染病毒的致死率高达80%，剩下的20%生还者有极大可能被转化为畸变者，成为新的传播体。什么？完了！早在去年年中，海西与苏南交界处的祁连山脉下，就多次有牧民目睹万兽人的出现。当时还在海西一处偏僻村落，造成了全村范围的感染畸变。什么？原来这么早就已经出现了畸变病毒了吗？只是为了减轻影响，当时不得不做出封锁村落山路，进行就地处置的决定。而现在，畸变的半兽人已经开始频繁出没作案，各位还要熟视无睹吗？等等，原来司城也早就得到了畸变病毒和半兽人化的消息。好啊，你敢炸我！司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坐久了腰有点疼。刚才我说的话，各位如果认可，可以开始讨论对策了。我最近也得到一些消息。年底的例行生育率统计显示，今年年初开始，以中型城市为单位，新生儿数跌破了每日1例。你们这些人讨论的话题，就别让我听了吧。喂，这种会议我旁听不太合适吧？不让我走，难不成发现我会治病，又赖上我了？等等，这是个坑吧？司城在给我挖坑，好让我当他一根绳上的蚂蚱。管你让不让，我
先溜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现在还不明确，但出生人口剧烈下降已经是既定事实，有可能也是因为感染导致的某种异变。你，上周我去请教了远航里一位立场温和的教授，他的解释是，我们正在被某种未知力量影响。我拒绝，休想拉我下水。这人完全没意识到这个姿势很容易引起误会。新生人口的问题，改天专门把负责人约来会谈。行动处的畸变人收容计划制定的如何了？这些畸变人极易失控发狂，又有极强的攻击力。骑警的队伍在北风村遇袭，已经在警告我们，必须要开始干预畸变人一事了。骑警，他遇袭了，伤亡如何？幸亏提前申请了重火力，只有重伤4人，轻伤6人，没有死亡。果然，他还是更关心骑警。除了2支队伍被深海组织偷袭得手，劫走4名人质，其余抓捕对象都即将抵达深海。好了，后续决策由楚秘书长负责传达。你要干什么？现在我还有别的事要做，散会。看样子你很关心他。谁？齐景。和你无关。你约我来，不就是缓解发病的吗？现在你在我怀里。等等，干什么？你不会是在吃醋吧？我担心齐景，所以才打了那通电话呀。哦，原来你以为这是能要挟我的把柄啊？借此威胁我穿成这样，装成小猫咪给你看？看来刚才你还不够累。早就恢复了，倒是你被我抓住把柄了。没想到2位在兴头上啊！滚！就一句，什么时候用餐？2个小时。明白。中途体力不支记得说一声，随时可以看饭。滚！嘿嘿。切，多谢你的垂青，可惜我对你们兄弟的宏图大业实在没什么兴趣。咱们之间治好了病，点到为止就可以了。你干什么？松手！你怎么这么大力气？这个月的发病期不是结束了吗？现在不叫发病，这是正常反应。一顿午饭吃成了下午茶，等这么久，我们都快饿死了。再废话，这就是你的最后一顿饭。今天开会，那些老家伙对远航的火种计划反应很热烈。尤其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人口开始负增长，畸变人的情形又不明朗，更像是他们这帮特权阶级被忽视的愤怒。你对远航那艘号称诺亚方舟的船了解多少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和你们差不多。科学家们公平筛选登船名额，黑市炒得水涨船高。思成和楚玉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，末世或者是他们眼中认为的灾难即将到来的信号。哎，二嫂，我听说你是学医学的。哪个科啊？传染病学。前世时末世突然降临，社会秩序几乎顷刻间崩坏，官方政府毫无应对措施，也束手无策。但这一世，起码从今天我听到的谈话内容来看，他们却开始行动了。历史的进程似乎开始偏移了。怎么了？吃饱了吗？要不要再加点？先柔情攻势，再把透露这些超前的消息给我，是想看看我手里还有多少牌吧？哼，政客的脑子就是好用啊！信你对我有情，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。谢谢陈哥，不用了。我给齐景的那通电话，恐怕内容早就让你翻来覆去琢磨800遍了。笑得这么温柔可人，
八成又在酝酿什么坏事。从开口提醒齐景的那一刻，我就应该意识到，一定会引起各方蝴蝶效应和麻烦的。不过帮到了齐景，麻烦点就麻烦点吧。我这次福大命大，只受了一点点的小伤。听说了，胳膊骨裂，差点撞成脑震荡。是差点儿，那不就说明我福大命大吗？谁告诉你的？是小六还是老三？吵死了！你的医嘱不是静养吗？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浑身上下嘴最硬的毛病，下次改改。好好养伤吧。挂了。这男人，大晚上没事对着玻璃玩换装游戏。哼，装什么轻生？别演着演着把自己演进去了。我如果不上钩，岂不是白费你摆半天 pose 了？成哥，还在吃醋呀？什么吃醋？齐景，我和那种吻还没接上的废物没话说。你好像也不怎么熟练。我不跟女人接吻。哦。但你是看得出来，在这方面你确实很菜。没关系，楚老师教你。楚老师准备怎么教？放松一点，听我引导。只要我们离得够近，你的心跳够快，男人在这方面永远无师自通。这是什么？只要你带着这个，秦野、小六都不敢碰你。这个礼物太贵重了。有的东西我不想被别人觊觎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出门？去见私人医生，晚上不回来了，明天去外地。有话想要问的话，你还有20分钟时间。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了今天开会你们说的那个远航。听起来他们在筹谋一个类似诺亚方舟的末日拯救人类计划。差不多吧。那你呢？你到底怎么看待这个计划？不支持，不反对，不认同，不否定。你是绝对的中立？官方不出面镇压，中立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支持。那你认为诺亚方舟真的能成功起航吗？如果真到了方舟必须起航的那天，情感上我希望他们能成功，哪怕他们只是代表了部分人类。部分？除了我这个重生回来早做准备的，其他的恐怕就只是你们这群上等人了。那从理智上呢？理智上，我认为他们不可能成功。他没说错，千一是远航的诺亚方舟的确没有成功起航。末世第7年，远航成了末世中首屈一指的大基地，规模、人员和军火水准都能号称当世之雄。可这一世的远航，会不会也受到历史进度偏移的影响？在末世里，又会变成什么样？小六和秦野会送你回去的，带好你的项链，下个月见。一旦带上了私家的组会，我的路可能就和前世跟着齐景一样。他要留我在身边，无非就是缓解他的发病，再就是查明我的身份和手里掌握的信息来源何处。信息来源我不可能给，其他的我也没办法给。思成，我本来不想把这项计划提上日程的，但对不起了。这几个男的有权有势，死皮赖脸装傻充愣也是一群，不管躲到哪里，都可能会像这一次一样被找出来。要想彻底躲开他们，我好像还真只有找个人结婚这一条路了。可是找谁呢？要能和我蜗居在宁城旁边的村里，帮我囤物资打掩护，还要是个超凡者，能让我吸收生命原质升级技能，上哪找这种人去啊？醒这么早，还喝咖啡吗？喝，谢谢。其实楚玉倒也不错，不像其他几个人那么偏执蛮横，长得也挺帅，好像前世也觉醒了超凡异能。一会儿送你回宁城的酒店。是。四灵之婚了吗？他是思成的人，这兄弟几个没一个是省油的灯。上哪找一个完全符合我要求的美强惨男人呢？等等，
好像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。哎，想什么呢？在想谈恋爱的事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次回去要和我一个从小长大的邻家哥哥见上一面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查我也要有个限度吧？对不起，谈恋爱的事是指他吗？对，我爸妈催得很急，我觉得他是很合适的人选。那二哥呢？我以为你会考虑和二哥在一起，毕竟他需要你，你也是第一个他愿意主动亲近的异性。他愿意亲近我，我就要凑上去吗？这几次接触，哪些是我自愿，哪些是迫于无奈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确定要回老家生活、恋爱？这决定是不是太鲁莽了？难道你有更好的选择推荐我？我是说，以前研究所的那些事，我们已经帮你处理好了，你随时可以回去，想换单位也可以，哪怕不想工作。楚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你们这样的天之骄子和我这样的小人物，注定要擦肩而过的。不，你才24岁，你还有这么出色的履历，你完全可以一步步走上来，和我们并肩，我可以等。对不起，我并不想让你感到为难，我只是很惋惜。谢谢你，能和你短暂有所交集，收到你这份善意，我很开心。我也是。我没什么大志向，现在只想回家陪着爸妈，找个人结婚，一起过日子。你那个邻家哥哥叫什么？蒋寻光，浔阳江头的浔，韬光养晦的光。你确定那个邻家哥哥就是他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们两个人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大？他是高中学历，你是硕士毕业第1名考进科研所的。还好吧，主要是人老实，知根知底，我和爸妈都放心。唉，你看吧，有事叫我。印象里，蒋寻光在末世之初是第一批被感染畸变病毒后兽化畸变的人。蒋寻光在末世号称黑豹，就是因为他的双手和双脚兽化畸变后形如暴涨。但蒋寻光最独特之处，却是他的强悍意志力。末世之后发生兽化畸变的人，神智人格也会受到精神污染。精神污染不仅使他们神智失常，还会伤害人类，传染畸变病毒。唯独蒋寻光，用他强悍的意志力和道德底线，硬生生扛住了精神污染的攻击，保留了他作为正常人那部分的人格。末世第7年，蒋寻光作为唯一一名还保留着正常人格的畸变者，在远航基地接受了兽化人格剥离手术。那次手术中，就是我使用了白银的高阶技能形态，帮他清除了全部精神污染。兽化畸变从此成为了蒋寻光身上的超凡能力之一，能够让他在兽体状态和正常人状态之间来回切换。回归正常人类后，他甚至还觉醒了第2技能敏捷战斗系的速度天赋，同时拥有畸变能力和超凡天赋，还有钢铁一样的意志，在末世中简直是行走的人形兵器。我们两家交好，只要到时候把蒋家的叔叔阿姨接来我的私人家园里，蒋寻光就必须要和我结盟。甚至在他刚感染上畸变病毒初期，我就可以先用白银帮他压制住精神污染。这一世少了精神污染的折磨，他的超凡天赋也许能再上一个台阶呢。二嫂，我怎么听说你要跟别人跑了呀？首先，我从来没承认过我是你二嫂。那也不能跟一个送外卖的在一起吧？谁说的？他还不一定能接纳我呢。啊？为什么是你这么卑微啊？你喜欢他啥？图他比你大8岁，还是1个月跑外卖收入8000？当然是图他人好。如果我和你结婚，你愿意和我回农村过日子吗？喂，你再问我真的答应了。有未婚妻的人就别嘴炮了。你也有未婚妻？啊？为什么用也？还有谁有？齐景啊。齐景连这个都告诉你了？女人的直觉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上辈子瞒我瞒到结婚前，这辈子还不知道要憋到什么时候。嘿嘿，那你的直觉一定没告诉你，小爷这是政治联姻，
如果我非要带你私奔离开这里，也没人能奈何咱们。哇，那你可真厉害呀！可惜我不要二手的。齐景不也是二手的吗？而且他可没法像我一样悔婚，他那个未婚妻难搞着呢。对啊，所以我选择回老家，说不要都不要。你怎么油盐不进啊？啊，我们小六总比那个外卖哥强吧？喂，过了今年也才26，比你大2岁，工作稳定，长得帅，恋爱史空白，没暧昧对象，没未婚妻，无不良习惯和前科。三哥，而且他还挺喜欢你的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哦，原来喜欢是排在最后一项，半买半送的。别听他瞎说！哇，老子给你做媒呢，再不主动就名花有主了。怎么样，瑶瑶？到时候你跟他过烦了，我还大难未婚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把他踹来跟我。秦野，有梦想是好的，但是不好意思，私家族徽，思成给你的，所以停止做梦，该送我回去了。先狐假虎威斩了这群烂桃花，再悄悄消失在思成的视线里。不错，很完美的脱身计划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雨很大，伞留给你。你拿着用吧，一会儿不是还要去机场吗？没事，如果你改变主意，一定要给我电话，我来替你安排。好的。秦野的话，听听就过去了。他满嘴跑火车，7句假，3句真。哪句是真的？我不开玩笑了，我都明白。这是我的私人手机，你有什么急事就打这个电话。好，我会的。不要为我觉得遗憾，一路顺风啊。应城西南清出来了一座占地600平的仓库。他查到我在……动静小点，缺钱去告诉楚雨。半兽人远航，现在又是一座600平的仓库。思成，你放出的鱼饵的确很诱人，但恐怕你要失望了。妈妈，你们已经到家了。你们在外面安全吗？有没有生病？村里有没有人生病？没有，都没有。你每次打电话都要问，怎么这么在意生病啊？冬天一般流感都很严重，我担心你们嘛。好，知道啦。我和你爸爸都很安全，我们就在家等你。快过年了，要赶紧回来了。我这2天就能把事情办完，最晚后天我肯定到家。好，妈妈去镇上给你割点肉，包汤圆。妈，你别出门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之前发的购物卡已经全兑换成生鲜食品了，这2天就会送到村口的。总之那堆东西应该够吃很久。你们没事也别出门去镇上了，我很快就到家，拜拜。哎，瑶瑶，按照前世的时间，即便病毒已经在扩散初期了，还是少让他们走动吧。囤积物资剩下的钱，我换成了1万多颗黄金。等平安夜系统一开启，就将系统全部兑换成金币。家园系统内的基础货币单位分别是金币、银贝、铜珠。铜珠是普遍使用单位，1金币能兑换1万铜珠。按照前世的物价，1万多金币，足够让我和爸妈舒舒服服的生活很长一段日子了。唯一让人头疼的就是这个蒋寻光，到底忙些什么？已经3天了，还没通过我的好友请求。联系卫健署和防控司，准备3部联合会议。明天吧，你需要休息。我心里有数，现在联系。我还需要高级干部全部到场。东南地区准备以市为单位，部署集中应对计划。明白。交通司发来了拟定的分期方案，需要你批示。我现在看。科研一所说，2代感染源检测仪已经完成病例实验，可以投产。实验准确度呢？93%。会议列席人员都到了，科研一所的样品设备和实验数据正在送来的路上。让他们等着。开完会后，我要和他们面谈。他明确说喜欢那个人了吗？没有，看他的意思，那个人只是他当下最优的选择。最优选择是谁？前守卫队成员，现在自谋职业送外卖。档案发给我。发了，查收。蒋寻光，
据他说，2个人是青梅竹马。好吧，让他先老实待在他身边吧。我知道，这几天已经安排他的前领导把他召回特训了，雇他当保镖，费用走我的私人账户。好，我就知道。喂，蒋寻光的特训可以结束了，把我的电话作为联络人发给他。不等蒋寻光了，今天我就回家。本来想这3天把宁城市里的路探清楚，为将来转移阵地囤物资做准备，同时还能和蒋寻光联络一下感情。任务都完成了，可这人3天里都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，我也没加错人啊，这不就是他吗？电话也不接，不找了，先回家。反正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寻光啊，恭喜你通过考核了。是，多谢领导。你也别怪我，这次你要保护的对象是重中之重，才特意给你安排了个突击封闭家训。大领导们特意嘱咐，得给你上点强度，你多担待啊。没事的。那我是给谁当保镖？是个女人。领导夫人？不是。那是领导的秘书或者助理？好像也不是。这是一位对大领导而言很重要的女士，拿钱办事，别的不要多打听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听起来不像是什么正经女人。上面还给你配了辆车，这是大领导的联系人电话，出现意外情况就联系这位楚先生。是。哎，你真不干了？我那些骑手的装备、衣服和车都给你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房子你找个人转租出去吧，收回来的租金咱俩对半，你的那份就当是辛苦费了。哥，你真是我亲哥！啊，不过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干骑手了，回乡下老家去啊？还不知道，我应该跟着那个女人走吧。哦，对了，1周前你急匆匆就走了，手机落在床上，我一直帮你关机收着呢。谢了。喂，我就是托张老雇你当保镖的人。首长好。我姓楚，不用喊首长。是，楚先生，有什么吩咐需要我做的？保护对象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我都发给你了，留存一下。是，收到了。那个楚先生，我方便加一下他的微信吗？我就是打电话来通知，通过一下他的微信。他已经给你发了3天的好友申请，你都没有通过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你们自己聊吧，不要提秘密训练和执行任务，就说你手机丢了。不提吗？那我怎么介绍自己啊？不用担心这个，他能认出你。就是这个，管我叫小蒋哥哥的人吗？哼，不知道，别问我。生气了？难道我说错话了？哼，留给他私人号码，不是让他来问我别的男人的。喂，怎么样了？帮你查过了，蒋寻光前2天手机丢了。吓死我了！他没出事就好。没出事，放心吧。我真是自寻烦恼，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再多扔在特训部队挨几天打。太好了，感谢，欠你1个人情，算上之前的2个了，比心。哼，鬼精灵，回头翻倍送你4个，过年发红包补偿。别给我画饼了，我消化不好。再见。1个人情也是欠，4个人情也是欠，反正到最后都是空头支票，嘴甜一点，大家都开心。通过了，太好了，小蒋哥哥，我可是等你等的望眼欲穿啊！小蒋哥哥，你终于加我了。小蒋哥哥，你现在在哪？还在宁城市里吗？小蒋哥哥，我在回北村的大巴上，你什么时候放假回来？这么热情，难道他认识我？楚小姐，你好。哼，好慢热呀。那就我来主动一点吧。司机师傅，前一个路口停下，我要下车。小蒋哥哥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回北村的大巴坏了，我只能被迫下车了。好的，楚小姐，你发一下定位。好耶！又有什么事？楚先生，我现在正在去接楚小姐的路上。有些事我还是想提前向您确认一下。比如？
楚小姐认识我吗？为什么会喊我小蒋哥哥？我是否该纠正她呢？喂，楚先生，你在听吗？让他叫吧。楚先生，这不太好吧？毕竟楚小姐是客，是他主动要叫的，我有什么立场管他？以后他有什么要求，只要不太过分，你只管听他的就是，不用什么事都找我，我很忙。哦，是。楚先生这话好像有点像赌气。啊，是站在路边的那个女人吗？小蒋哥哥，小蒋哥哥，真是你啊！行李交给我，你上车吧。谢谢小蒋哥哥。他的笑，总觉得有点似曾相识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小蒋哥哥，你车上怎么有行李啊？你也要一起回村里吗？什么回村？我不是跟着他走的吗？都听楚小姐的。怎么还这么客气，喊楚小姐啊？喊我瑶瑶吧。瑶瑶，我对这个名字怎么没一点印象？车里这么干净，他应该没有女朋友吧？很正派的帅，利落板正，肌肉也很紧实，鼻子很高很挺。难怪生命颜值那么精纯。刚才我好像听他说北村，和我老家的村民挺像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一直盯着我？不过楚小姐长得确实很好看，不愧是大领导这么重视，还要安排暗中保护的女人。楚先生是大领导本人吗？听起来他对楚小姐挺上心的。蒋巡官，瞎想什么呢？别忘了你是拿钱办事，别东想西想。啊，楚小姐，你要回的村里是老家吧？目的地定位发我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小蒋哥哥，我给你指路。啊，好的。不会好好配合司机吗？还指路，万一指错开错，他不会乱发脾气告状吧？前面下国道，这条路开到头，剑河过桥。啊，这不是回秦南村的路吗？难道我们真是一个老家？可我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楚小姐，瑶瑶，就在这里下车吧。爸，你怎么出来接我了？我算这时间你也该到了，还以为你坐大巴到了桥头呢。啊，楚叔，小蒋，你和楠楠一辆车回来的？什么？她是楠楠？你终于想起来了。你居然是小时候的楠楠妹妹，那个一直跟着楚叔的小女娃。楠楠应该是我认识的小孩里最乖的一个。初二开始，很多时候放学回家，就能在我家的杂货店门口见到放学的楠楠和楚叔叔。楚叔叔来找我爸喝酒聊天，他永远背着大大的书包跟在后面，跟屁虫一样。不管大人在不在旁边，他总是自己乖乖写作业、背课文。楠楠也很聪明，学习总是班里第1名，不像我，一拿起书就犯困。最后考不上大学，只好决定去从军。听说我高中毕业从军那年，他已经考到了镇上的初中，还是以第1名的成绩考进去的。虽然没有和他告别，但我离开的那天，其实一直期待能看到楠楠妹妹的身影。没想到这一别，就过去了10年。当年瘦瘦小小的姑娘，也已经长成大美人了。等等，你不是在盛海读完书当医生了吗？小蒋哥哥，你对我的事记得好清楚啊，是一直在悄咪咪留心关注着我吗？对啊，我妈打电话闲聊时提起的。你记得没错，这个蒋巡官居然这么纯情。这次回来多久？我辞职了，不上班了。可你为什么不好好当医生，反而和那些人扯上了关系啊？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我心里也大概知道，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。你
妈妈念叨你好久了，嘴上说着要我们赶快回家，自己还耽搁这么久。楠楠，怎么和小蒋一起回来？我想和他在一起啊。想和他多待在一起，不行吗？你快去停车，我和爸爸先回家。刚才那应该只是口误，现在她不只是楠楠妹妹，还是小蒋哥哥，快点！大领导要保护的女人，我的任务对象。下次别这么对小蒋说，人家容易误会。他长那么帅，误会了我也不吃亏啊。长得是很周正，但年纪也好大了。年纪大怎么了？年纪大会疼人，我就喜欢年纪大的。楠楠，你要和小蒋谈恋爱吗？不告诉你。小蒋，来，再来喝一杯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逮着小蒋灌酒？可能我爸已经把小蒋哥哥当成了未来女婿假想敌吧。来，咱爷俩最后一杯。叔，您不能再喝了。我喝吧，我喝就行。唉，老爸，我俩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先冲锋陷阵去了。楠楠啊，你要和小蒋谈恋爱吗？啊？距离平安夜全民家园系统降临还有28天，距离末世大雪灾还有36天。进。袭警刚刚传来的消息，170个群体畸变感染的集中区已经完成了就地处置。那几个一直陪着你的书记员呢？让他们也休息了，陪我熬了这么多天，也不是办法。这是新的处置地区名单，现在畸变感染已经进入了小范围、大规模的集中爆发态势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。一旦范围扩大，将是灭顶之灾。我明白。二哥，三叔昨晚给我发了条消息，说远航准备在我们新闻发布会的同一时段也开一场直播。他们是想把事情全部捅出去，应该是这样。据说还要把畸变病毒的存在公之于众，争取信徒的把戏罢了。有什么阻止他们的手段吗？我手下的人已经做了现场屏蔽信号，但以远航的科技水准，估计坚持不到半小时。告诉你三叔，思佳可以答应他个人名义的一切要求，包括他一直四处找的粒子发射器，他知道怎么做。是。你最近联系过楚阳吗？没有，他回家后一直没出过村，很安全。那个蒋寻光一直和他在一起。我不知道。看来你也觉得咱们这是自找麻烦。你的遗书写的怎么样了？干预计划委员会已经催了好几天了，还没腾出手。干预计划会议结束到现在，我连眼都没合上过，哪还有时间写？在会上签署集体死亡协议还不够猎奇吗？居然要求所有人提前准备遗书。别忘了，一切以人类生存为第一序列，上至我们，下到普通研究人员，畸变感染干预计划的所有人，感染即就地赴死。是啊，绝不允许病毒从我们身上蔓延出去。离新闻发布会没多久了，公布消息后，把控舆论，调整预案，有你忙的，去休息会儿吧。没事。今天最近忙什么呢？开始上手了吗？怎么，你找他？他现在在深海市内，管着物资的应急储备。如果我没能从地京的发布会现场出发，立刻安排秦野带袭警去宁城。你这天迟早会来，我早就做好了准备，但我不敢在他身上赌。距离向全人类公开畸变病毒的存在还有3天。